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周和上上周总共10天的时间，我做了一次果酸加 A 酸，就是我现在用的是他家罗汀嘛，就是果酸加他家罗汀的一个10天的密集型的一个焕肤。现在已经结束有2-3天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焕肤过程中的效果如何，用了什么样的产品和一些小心得和注意事项。果酸应该有蛮久的历史了，就是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知道果酸是对我非常有效的。那我上学的时候还是一味的很去追求品牌护肤品哈，突然就是因为果酸这件事情，我才停止了去购买所有的品牌型的，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擦上去不疼不痒的这样的护肤品。果酸呢，它是属于你涂上去你就有效果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哈，就比如说你能不能长期使用下去和一个什么样的皮肤状态你应该停止使用，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不是说所有的人用果酸都能看到好的效果，有些人用果酸是朝反方向的效果走的。这10天密集型焕肤呢，我得到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我是属于有这种毛孔粗大的问题，我是小学的时候长过一段时间的痘痘，那中间很久的时间就是相对来讲平静下来了，时不时冒出来几颗。后来呢，我到加拿大之后呢，几乎没有长过什么痘痘，就从我怀孕开始，然后突发型的这种爆痘。但是呢，虽然说是从怀孕时候开始才算是人生中最黑暗的爆痘期，我的皮肤状态呢一直是属于毛孔粗大型的状态，因为我的身上是不怎么爱出汗的，大家可能从很多视频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哈，就是我讲着，然后我的这个脸呢，你就会看到越来越有光泽，这个光泽一部分是油，但是大部分都是汗。用中医来讲的话，我就是属于这种血热哈、体热的人，所以很容易哪怕坐在这儿不动就很容易出汗。但是像我这种人的好处是什么？我自己的新陈代谢，就我自身的新陈代谢会相对来讲就快一些，从小到大就毛孔粗大，就恨不得身上所有的汗腺都已经关闭了，只在脸上出汗。那有一些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哈，就是大家经常爱出汗的地方，我告诉你都没我脸上出汗出的多。所以你可见我的毛孔实际上比正常人比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要显得粗大一些。或者10天密集型焕肤，我能感觉到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毛孔缩小。我认为这个毛孔缩小并不是说它在物理上的这种缩小，而是说这个毛孔整个上面的皮肤更紧致了，那你看起来毛孔就是有缩小的状态，同时呢让你的毛孔更干净了，比如说白头黑头这样的问题明显的减少很多，而且能看到你的毛孔平滑了很多。大毛孔的姐妹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因为毛孔常年的粗大，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问题，就是你的表皮看起来是一个不平整的状态。但凡你用到比如说一些刺激性的产品或者一些换季皮肤干燥你基底出现炎症的时候，你的毛孔周围就会肿胀起来，就会能看到这种基底的炎症，日积月累之后形成一种就是你摸上去好像也没有长什么痘痘也没有长什么颗粒但是表皮就是一种松弛和一种凸凹不平的这样松松垮垮的状态。那在这密集型的10天焕肤过程中，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问题改善了特别多。然后同时呢，毛孔黑头的问题减少了非常多，因为这刚从夏天过来咱们夏天像我们有爱出油爱出汗的这种姐妹们，避免不了我们的毛孔经常能感觉到是有黑头的存在的。那这个黑头呢，其实是靠外力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去阻止到它的，它主要是我们自己体内的一个内分泌，因为我们的体质状态决定了我们的皮肤状态嘛。然后再一个跟我们的夏天然后清洁不当经常出汗毛孔堵塞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再一个加上夏天你出油出汗的多，这个油脂它本身也很容易被氧化，然后我们的毛孔堵塞完之后，这油脂就在毛孔里面被氧化，就形成这种黑头。那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试图用这个挤黑头的这个针去挤它一下，避它一下，就会出来一个硬硬的那种，然后前面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那个前面是有一个黑黑的状态，它那个就是被氧化的状态。有黑头的姐妹，抗氧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的。那其实果酸它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帮皮肤起到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不断的去剥落你最外面这一层被氧化的表皮死亡的角质以及你黑头里面被氧化的油脂，都是可以通过果酸和 A 酸的共同合作来解决掉的。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说我要把它做成一个10天的密集型焕肤这里面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下这个焕肤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除了毛孔问题，肉眼上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所有毛孔粗大的姐妹们，我都建议大家把这个果酸就是放在护肤流程。这个话我也已经说到 N 多遍了就是要把这个角质代谢这个东西放到你的日常护肤当中，尤其是毛孔粗大的姐妹们。再一个，它对你整个皮肤的一个亮度、光泽都是可以达到提升的，因为它剥落了那些老废的角质，然后同时呢，它有一定的保湿的功效，就是它在剥落同时，它是从外面是可以帮我们起到一定的保湿的功效，就让我们的皮肤感觉到更水润、更嫩的这种状态。它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通过果酸来代谢表皮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对后续的营养物质的吸收的能力就会更强，潜在呢就可能帮我们把这个 A 酸不管你用 A 酸埃醇还有阿达帕林包括我自己现在用的他扎罗汀，都可以尽可能的输送到更深层的这个真皮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它是有助于来帮助 A 酸走得更深的。它可以净化毛孔、抚平毛孔、缩小毛孔。刚才说了，这个缩小上是明显从视觉上可以看到它是缩小的。但是听好了，如果后续你没有继续的去维持它就是没有办法让它真正达到紧致这个状态。只有长期的一个维持让毛孔紧致的状态，日积月累之后，才有可能让你的毛孔真正的就从物理上真正的可以缩小。所以刚才我说，你几天，你通过10天的这种焕肤，你能够明显的肉眼看到毛孔干净了很多，平滑了很多，细致了很多，黑头少了很多，就是毛孔本身是洞，现在变成眼儿了，就这种感觉上。毛孔以前大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时候是那种一个洞一个洞的，你通过紧致之后，它能感觉到它就收缩起来了有这样子的视觉效果。你的皮肤可以更光滑、更透亮，保湿效果更好，然后促进你后续产品的吸收，就是这10天焕肤所给我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效果我相信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可以能明显的看到的。可能我的问题比较大，我看到的比较明显，那如果你的状态比较好的话，多少也会帮你去提升一个 level 的。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焕肤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首先就是量的问题，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的皮肤对每一个成分的吸收力度和反应的状态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想尝试这样的密集型的果酸和 A 酸一起使用，达到一个焕肤的目的，前2-3天呢就要花时间先去找到自己适应的量。果酸这个东西就是你什么时候擦到脸上它都会有效果，但是如果你一段时间不用它，你什么时候用它，它都会有刺的感觉。大部分人的皮肤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常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呢，是会慢慢就会消失了，不会说持续一整天都这么就这种刺的。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停下来。即使刺痒，也是刚擦上去那几分钟有这种感觉，可能你全部擦完之后，过个15分钟左右，就不应该再有这样子刺痒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减量，它是根据它的量和它的浓度，所有的成分都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根据它的浓度和量来使用，不能说别人用多少你也能用多少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前3天摸索到适合自己的量，然后持续的使用下去。那晚间呢，清洁面部之后呢，我会使用一些精油成分，就植物油成分。那这个植物油成分呢，其实是帮我起到了一些舒缓的作用。就是你在角质剥落的过程中，你的油脂膜是一种大量缺失的这种状态，在角质剥落的这个状态下我们的皮脂膜是会有受损的，你的皮肤上的皮脂膜会随着角质剥落而减少。那这个时候呢，适度的
的补充一些油，它可以帮我们皮肤起到一定的舒缓作用。那这个油我就建议大家尽量的去买，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品牌。一般来讲，精油成分比较安全的品牌，它的精油里面也不太会有刺激性的成分。我用的是这种药妆里面欧树的那一款，它新出那款 Rich 的精油，确实也不错。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有黑头问题的话，你用一点点油在这个焕肤过程中呢，它会有助于帮你去清洁你的毛孔，以油溶油的原理。所以这个油在这里面不仅可以帮我们舒缓我们皮肤表皮的这个油脂膜的缺损这一部分，同时呢，对毛孔也有一定的这种清洁和防御的功效。我用油呢，我会加一个按摩，面部的按摩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认为是属于抗老过程中大家缺失的一个步骤，因为大家把大部分的这个重点都会投放在用什么样的产品啊，用什么样的成分能起到真正的效果。其实面部按摩，你就用2双手，你就用1双手就行了，什么板、什么东西、什么这个仪器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这个面部按摩，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表皮的血液循环更好。皮肤有破损的地方啊，皮肤有炎症的地方，通过加快血液循环，就可以加快我们的皮肤的愈合，就是这样的原理。所以你长期去用手去轻轻的按摩你的皮肤，加一点油脂的东西，不要有这种任何的划伤和拉扯感，都是有助于我们保养皮肤，是可以帮我们皮肤真正可以起到抗老效果的重要的作用，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所以用油的时候呢，咱们知道一手油没有办法立马的吸收，那这个时候就不如加一些按摩，既促进了血液循环，又可以帮这个油更好的让皮肤所吸收。OK，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加油。用完油之后呢，我就会用我经常会使用的他扎罗汀和一点点壬二酸，就是一点点，最后就是再加一个 Alpha Skin Care 的10%的一个甘醇酸乳液。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就可以去睡觉了。那在此过程中，其实如果你的眼周比较敏感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凡士林涂在眼周或者用一些 B5涂在眼周都是可以的。然后到了早上之后呢，我一样会去清洁皮肤。刚开始几天呢，我早上也会用一点油用一点精油的这个东西，跟晚上是一样的想法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早上出去晒完太阳或者对着电脑我的皮肤冒汗出油的情况特别的严重。再加上你看我现在穿上短袖现在已经10月份了，今年温哥华也比较热，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时间的气温比较高，我也就是放弃了这个油脂我就擦了2-3天就放弃了，之后我就直接擦了一个 Alpha Skin Care 的这个乳液，后擦一个防晒就可以了后续想化妆，我尽量保持在我焕肤的这个阶段就是能不化妆就不化妆。 OK， 就是这样子一个早晚的一样的搭配，中间有的时候会穿插使用一些有的没的这种精华，那我中间使用最多的也就是 The Ordinary 氨基酸加 B5 的这个精华。大家再次分享一下我对用酸的理念，不要让皮肤发炎，不要去撕皮，不要让皮肤发炎，因为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你别说我们的皮肤了，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你有病一次你是更坚强的，但是你的细胞也会破损一次。那再加上我们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让皮肤在一个轻度剥落，让表皮能接受的一个状态下，稍微帮它拉高一点，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在这过程中我觉得 B5 一定要准备好，即使我们不翻车，咱们也时时刻刻的把 B5 放在身边。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眼角出现这种刺刺痒痒的状态啦，嘴周这些敏感的地方出现刺刺痒痒状态，都可以用 B5。这个就是我早晚的一个护肤的流程。再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在这个护肤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皮肤受损的问题。Alpha Skin Care 虽然说它只有10%，但是它隔不住我的用量很大。大家在这个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我的用量一般都是一大坨，晚上一大坨，早上一大坨。如果你要不是分区域避开眼周鼻周和嘴周这些敏感的部位那这些部位就有可能出现问题。那我就出现了，就是因为在这一块我的鼻周就出现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来源于我用的这个没有分区
区域，就是都是一块涂了哈，没有注意这个地方应该少涂一点呀，或者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晚上洗完澡之后呢，清理了一下黑头，你再去做这个焕肤4、5天的时候，你可以肉眼的感觉到你的皮肤细致平滑，用手摸那个皮肤上面滑溜溜的哈，特别的光滑。但是呢，你晚上有时候洗完澡，在这个大灯一照，哇塞，这个鼻孔周围还是有点毛孔啊，还是有点黑头啊，就开始拿那个玩意儿去刮刮，一刮它那个皮肤其实这一块表皮本身就薄，然后再加上你密集型焕肤，你强制性剥落角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属于非常危险的部位。那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状态，什么状态呢？我这个地方有爱出油啊、爱冒油啊，有一点点这种细菌感染的情况。什么是细菌感染的情况哈？就是你能在你的表皮受损的那个地方因为它没有油脂膜的保护，细菌就非常容易的侵蚀。这个在我的视频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哈。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毛孔都会有一点点那种小白头，有人说是小白头，或者有人说是小水泡，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表皮受损了，说白了就是表皮受损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再去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刺激性的成分 A 酸也好 A 醇也好果酸也好，就避开这些表皮受损的这些部位，然后表皮受损的这些地方用2种成分，第一种成分就是过氧化苯甲酰，它可以起到杀菌的这种作用，第二个就是要用大量的 B5 做一个修护。所以后几天呢，我就很注意我这个受损的部位用一些 B5，现在这个皮肤受损的状态已经完全解决掉了。还出现了问题，就是我有长痘，现在能看得到，在这儿长一颗痘。这个痘我说的长痘，不是说我把脸刮破刮烂的那种痘不是说那种清洁毛孔那个痘，这个痘是从里到外长出来的痘。我长了一颗从里到外的痘，这个痘呢，我想有可能是我刚好大姨妈来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我这段时间的油脂用了太多了导致的这个问题。这个痘呢，咱们也可以预防一下，所以我建议大家想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最好等到这个就是你姨妈走了之后，然后开始去做。这个本身激素不平衡的人就避开这个大姨妈的时间。以上就是我10天焕肤的全部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视频前的姐妹们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最好是找一个秋高气爽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就是进入秋天，然后呢稍微有一点凉爽，最好不要再出汗的这样子的时间去做一个这样子的果酸焕肤。但是刚才说了我做的这件事情不适合敏感肌。如果你现在还处在一个敏感发红发炎的这样的状态，可千万不要用。那如果你现在还处在一个 A 醇 A 酸不耐受的阶段你想去做这个焕肤那你就把 A 醇 A 酸先停下来，中间再空1个星期，让皮肤养一养，可以用一些 B5用一些保湿的成分先养一养，然后后续开始做焕肤的时候呢，你就只用甘醇酸，早晚用甘醇酸是一样可以达到功效的。你可以晚上别人用 A 醇 A 酸的时候，你就用 B5。想知道 B5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建议大家在这过程中用 B5？ 看完这期视频可以去了解一下，我有做一期专门关于 B5 的视频。那这个焕肤我建议大家可以比如3、5个月来一次都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自己，我会在差不多半年左右1年做2次这样子的焕肤，然后其他的时间就不会天天再去使用甘醇酸，可能1周使用个2次，最多3次。就比如说我知道下星期要有什么活动需要一个崭新的状态的话，我可能这一星期会多用个1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这个焕肤过程中我们不需要使用任何的面膜。那我在刚开始做焕肤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清洁型的面膜，然后再开始进行这10天的焕肤。在此过程中我没有使用任何的面膜，因为我自己对面膜的弃舍其实也是从开始发现果酸的这个功效开始的。你果酸用好之后你的表皮处在一个健康的年轻的一个代谢状态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使用面膜。大家感兴趣的话，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